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嫂。宝宝出生已经有10多天了，因为这段时间比较忙吧，大家发过来的私信啊，还有很多评论都没能及时的回复，然后我就在这里录一段视频，回复一下大家的各种问题吧。宝宝呢是出生有4天的时候吧，医生来测的时候就说黄疸偏高，有16.3毫克这样子，到后面就建议我们住院，去照那个蓝光，然后还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，在里面住了4天之后呢，宝宝的黄疸就降下来了，到了12.2这样子一个指标，一个指数，然后就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我们就出院。出院之后呢，2天之后我们又去复查，然后那个指数还是没有变，12.2，那医生就说没事了，他不会反复了。在没有奶水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也给了我很多那种下奶的食谱，然后也还有跟我讲胀奶的时候用那个丝瓜络啊，或者是热水啊来敷，反正大家就是总之各种好建议都给我说了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。然后宝宝有黄疸的时候呢，朋友们也是一直跟我讲了很多的方法，就是多喝点水呀，黄几子水呀，还有就是多吃啊，多排尿啊，多晒太阳啊，多吃多排的是可以，但是多晒太阳的话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太冷了，风很大，隔着玻璃他们说没有效果的，一定要到太阳底下去晒。像我们这种天气，风特别的大，你说我们大人都受不了，小孩子肯定也受不了。除非是有太阳没有风那样子的话，就可以去晒一下太阳。如果有风的话，那个不能晒，晒的脸会生痛的。但是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分享吧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。有很多朋友就问我三嫂你是怎样子有奶水的？有什么方法告诉我，让我奶水也来得快一些？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没有奶水的，刚生下来那2天也是没奶水的。后面医生开了中药，开了3天的中药，大嫂呢又给我买了穿山甲的壳，但是我都没有吃完了。医生开了药，我只吃了2天。大嫂拿过来那个穿山甲壳，我只吃了1次，后面就开始胀奶了。但是胀奶之后呢，宝宝又住院了，所以说我就一直的在挤那个奶水，但是挤不出去，就会有那种硬块嘛。大家都建议我去买一个吸奶器，然后我就买回来吸，但是它的效果不是很好，吸奶器它只能吸前面那一部分的奶水出去，后面那一部分的奶水挤不出去的，还是只能自己用手挤。用手挤呢就很痛，我每天都会用热水来敷，然后就用手去挤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有奶水了，不知道是大嫂那个药有效果，还是医生开那个药有效果。大家如果想奶水多点，就多喝汤吧，我觉得应该多喝汤，奶水就会很多。到后面我实在是因为挤不出来，很胀嘛，胀奶厉害，我就每天买那个纯奶的袋子装起来，因为大家都说那个初乳是挺好的，奶水都是黄的，我就买了袋子来装，每天都会挤一点。宝宝住院的时候，我也是拿母乳去喂养的，每天都会挤300多到400毫升那样子拿去给宝宝。其实医生说根本就吃不了那么多的，可能我送过去他们吃不完也是丢掉的，然后我就存在冰箱里面冷冻。冷冻的话他们说可以冷冻3个月，所以我就一直存在那里，每一袋我都写上了日期时间。如果说离我们近的就是在我们通道线离我们近的也在母乳喂养，然后母乳不够的情况下可以来我家，我可以把我的那些存下来的母乳都送给需要的人。目前我宝宝是奶水充足嘛，他够吃了，所以大家需要可以来找我，我把它送给你们。你们看一下冰箱里面一袋一袋的。
我用手挤哦，然后用吸奶器吸，还是没有效果，还是有那个硬块很多。然后我就去看医生，医生就让我按摩，就是2个护士帮我挤。用那个机器来按摩倒是都能接受，但是用让人来挤的话就太难受了。左边一个人帮我挤，右边一个人帮我挤，哇，那个就好像在折磨，就像古代哪个什么地牢里面的那个酷刑一样的，太难受了。挤的那2个护士都开玩笑说，像挤牛奶一样，就是特别的难受哦。他们挤了半个小时。我就一直在喊爹喊妈半个小时，我说我生小孩都没有这样喊，结果给我挤乳块的时候挤的我喊起来了，挤了半个小时我就让他们不要挤了，因为太难受了。第2天呢我也不去了，因为受不了，那个钱花了我也不愿意去了，太难受了，说不出的那个味道吧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大家都关心我坐月子，都说三嫂你坐月子都不像是坐月子，一天到晚走来走去的，小孩子也抱来抱去的。其实我也很少说走来走去，只是吃东西吃饭的时候我会起来走过去吃饭，然后宝宝饿了的时候我会起来给他喂奶，可能就会走的次数比较多吧。还有一个就是挤奶水会起来，我每天那时候胀奶的时候每天2个小时起来挤一次，我根本就没得觉睡的，我不挤的话就胀得难受，所以半夜一定是每隔2个小时都会起来挤，而且一挤的话也就挤2个小时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。因为我婆婆的手臂之前受过伤，现在抱宝宝的话就还会有点痛，就基本上什么事啊，一日3餐都是3哥在做，全部3哥在，包括洗宝宝的衣服之类的，全部都是3哥在做。有的时候呢，我大嫂跟我妈妈也会过来，他们有空的时候也会过来帮忙。所以说，也不存在说我都是亲力亲为吧，只是有的时候烧点开水，可能我自己会去烧，因为他们太忙的情况下，我就会烧点开水自己喝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关于月子餐吧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。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吃公鸡的，就要一直吃鸡肉，一天3餐吃鸡肉。很多人就会说我吃的太油腻了，可能怎么讲呢？每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。其实一开始的话，我就吃了1只公鸡，后面的话也有吃排骨啊、猪脚啊、猪肚子啊，这些也都有吃的。基本上也都是以那个母鸡为主，就是那种没有刚刚下蛋或者没有下蛋那种母鸡嘛，以那个鸡为主。我们这边就是说，吃公鸡会上火，所以就一直都是吃那种小母鸡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跟宝宝呢也已经到老家来了，因为在老家坐月子可能就更方便一些，老家这边也就是亲戚朋友更多嘛，有什么事都是就好像更方便。然后呢，我们家的鸡也都在老家呀，所以就来到老家坐月子了。老家这边好像比我们县里面稍微要暖和一点点，反正就是还好的，不用穿太多衣服，在县里面开的空调都还要穿很多。我们家里面的话有烤炭火啊之类的，就暖和很多。这一次回来的话，就我公公在杀鸡了，每天我公公就天气就是天黑的时候，他就会抓鸡，每天早上起来就杀鸡来煮鸡汤给我吃。这段时间就辛苦我公公了，天天就是也忙里忙外的。在这里呢，我就再次的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哦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你们的建议和意见，感谢你们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然后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